冲突来得很突然，阿富汗伊朗边境爆发交火。大家好，我是肖银华。早在2个月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长久努力终于促成了大和解。在共同合作和发展的愿景中，中东地区正在走向久违的和平。然而，一些域外国家明显不愿意看到中国成功在中东地区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如今，中东的和平被突然打破，阿富汗和伊朗的边境局势突然失控。从多方了解到的消息，伊朗边防部队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从最终结果来看，塔利班的士兵成功袭击了伊朗的边境哨站。这次冲突导致2名伊朗边防士兵死亡，2名伊朗平民受伤，1名塔利班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按理来说，边境冲突爆发以后，双方哪怕不想开战，但肯定避免不了唇枪舌战，相互攻击。然而，这件事情非常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在事发以后，双方的政府口径都是在缓和冲突局势，避免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是有视频显示，阿富汗塔利班边防已经在调集大部队和重武器，甚至扬言如果伊朗继续挑衅，将直接杀进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也发现问题了。伊朗和阿富汗2个政府都不想打，但似乎都拿这件事情没有太好的办法。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赶走了美国，但是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却依旧捉襟见肘，而伊朗长期被美国渗透，对地方的治理也同样不敢恭维。大家都在疑惑，阿伊两国怎么突然打起来了？阿富汗是不是膨胀了？其实还真的不是，因为常年的战乱，中东地区的边境问题一直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阿富汗打了这么多年，难民开始远离城市，往边境地区聚集，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新城镇。而这个新城镇必然会有一个强权的人物负责这一地区的基本秩序，而伊朗和阿富汗的边境问题也由此而来。在边境地区出现的城镇已经说不清到底是自己的阿富汗人还是伊朗人，加上本身这2个国家对边境地方的治理能力又非常的薄弱，导致滋生了一大堆的地方山头主义和军阀。久而久之，2国地方势力的蔓延就相互碰到了对方的利益，冲突也由此而来。去年8月份，双方就在边境打过一场，导致了1死1伤。这件事情从结果上来看，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都保持了应有的克制。环球网在相关报道中就提到，双方政府已经达成了谅解，并且决定派出联合调查组调查冲突的起因。然而，这次的事情比较特殊的点就在于，地方势力却想要进一步的升级冲突，谁给他们的胆子呢？而通常来说，如果这种胆子不是来自于本国，那必定就来自于某些域外势力了。很明显，趁着双方依旧有足够的恩怨情仇，有些国家正在搞事儿，企图搅乱局势，破坏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个国家不用说，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哪里有乱局，哪里就有他，哪里有他，哪里就不得安静。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